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BOV，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。哎呀，最近天气真的天空不作美啊！我拍车那么多天了，今天才来下雨，但是下了一点毛毛雨了，所以今天我要赶快拍摄这一辆车 Nissan Sentra 代号 B13啊，因为它从 B11到 B18吧。我相信这辆车呢，很多00后都不认识的啦，就由我们这些安哥呢，告诉你们它有什么神话。你们有听过以前的云顶啊 Taxi 啊，很难追的那一种啊，就是这一辆。但是它的前面保杆呢，就换上了输入那个 bumper 啦，所以就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真的是来玩的，所以你不会看到有很亮的颜色啊等等的。但是它改了什么呢？在这个影片的话，车主是不会露脸的，因为他有点害羞，所以他直接叫我这样加就对了。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 看车喽。我有时候我说老车的时候呢，就要讲一些比较热门的款，比如说上次我拍的 EK Four Door， 哇，那个影片蛮不错的。Corolla AE 3条E呢也是不错的，但是我希望这一个影片呢，是让大家更多知道一下这辆车。这辆车呢，车主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改好引擎了的，他买了大概1万块左右。原装的引擎是一具代号为 GA16DE 的 1.6公升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，它拥有着126匹马力，还有146的牛顿米，远超于呢 Toyota Corolla那一副 4AFE 啊，有没有？那个才有104匹马力，还有140牛顿米的，所以这辆车的动力的肯定是比 Corolla 来的强的。尤其这辆车是一个手排。来，我们来打开引擎盖看看。前车主呢就换上了一副全新的，也是1.6公升自然吸气的引擎，代号为 SR16VE 哦。这副引擎的最高转速可以去到8300，在红线拥有着175 PS， 在7800转的时候会产生着最高马力，7200转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最高扭力，扭力为161牛顿米的。Ball and Stroke 是86 mm 乘以68.7 mm， 它的最高压缩比为11啊。他们称为这个引擎呢称为 Neo， 它有 Variable Valve Timing， 它跟 VTEC 的运作原理是一样的，它到了6000转左右它就会 lift， 所以的话它就会有那个会变声音啊，瞬间你会感觉到那个车好像开了turbo一样，特别有力啊。车重为大概1000公斤左右，拥有这么大的马力，一定是很好跑的。前驱车高度为大概1根手指，前车主用着的 adjustable 呢是 custom made 的，因为 sticker 不见掉了，所以现任车主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品牌。轮胎是 Potenza RE003 195/15寸节约用型 UHP 胎 ，Avant GT Rim 的15寸轮圈 ，R32 的 4-board caliper， 带线的刹车通风碟啊，原装的后刹车卡钳。这个年代的车，我发现到他们很肯给后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一样啦，195/15寸。内饰呢跟外观说真的不是说很理想，比如说你看哈，这里比较黑黑啦，椅子就比较老旧了一点啦。这辆车是刚买回来的，所以还没有去收拾还是怎么样。1万块买回来。主要是买它的引擎，还有它变速箱5速的手排，拥有着 LSD 啦。相信你们比较熟悉这个车尾，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云顶的时候呢，只看到它的这个 Sentra 的车尾。很快有没有？排气管方面呢是4出1，前段为2.5寸的白冰 Straight Flow。现在马力我不知道多少，等一下我们问一下车主，因为它已经放了 e-manage piggyback， 也就是说有电板在里面打着引擎。看看这辆车的坐姿给我想起了 Corolla AE 3条E， 坐姿就是比较偏于前面，比较高了一点的。它的steering 就拉不出啊，你看啊，它只能搞上下而已哦，它不能前后，所以我就是要把 steering 放到最高，才不会挡着我的脚。打着引擎一下啊。这个 start 车的 starter 的声音跟这个 K20A 很像，有没有？连这个打着了之后的声音，可能它的 exhaust 的关系，好像在 start 这个 K20A 这个 clutch 很硬一下，我不懂什么 clutch， 有 short shifter， 觉得会很难加啦，可能我 U 多都难做，不用紧，我们去尝试一下哈。内饰都不讲太多啦。其实说真的，这个年代的车的后座哈，真的是很小Corolla 也是这样，这个 Nissan Sentra 也是这样，反而 EK Four Door 还大了一点点。这个不懂怎么开，没有了技术封口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不说太多，我们去专心于试驾吧。哇，上了之后啊 ，JDM feeling 哦，有天线哦，哎呀 ，Oh shit！ 好，哎，没有
关好，肯定带车要大力一点。车是这样的啦，烂车。不要看外表烂。很硬啊，它那个你习惯吗？我有一点不习惯啦，因为我昨天整天都是在驾 FK8，所以 FK8是一个很容易驾的一个车，然后它的 clutch 啊全部都很软啊。对呀，对。然后又结合的很容易，这辆车就比较没那么容易开。顺啊，驾得很熟练的啦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做 Hildo 都不能做到没有，因为我做不远啊。那个 clutch 踩的比较深哈。它有讲是用什么 clutch 吗？我就不清楚，不知道哈。我应该旧车主不懂放了什么 clutch 上去了。买回来车主就是改成这样了的哈。就这样罢了。我是改它的 brake，不用改 brake 的。像这种车呢，会真的是要有一点小小的技术去驾，不能讲一上手就上手，很难的。以前的车的坐姿很奇怪的，它椅子很高啦，然后那个 dashboard 很低这样子哦。以前的感觉。那你这个车你这样驾起来，你说话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吗？我驾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很顺哈，那个 engine 就很顺，然后又很耐操。哦，是哈。说话你买回来有多久啊？这辆车？大概有1年了。哇，难做 Hildo， 1年了。1年的了。你看几难哦，主要是坐姿方面哈，坐姿的方面。哇，那个 clutch 结合的很快耶。对，很紧啊，做到。很轻松，很轻松。现在你有上过 dyno 那些吗？我最后拿回来之前，我有去 dyno 过一次。啊哈。拉到马力是190啊。哇，我们有190哦。然后扭力呢，大概是200吧。接近啊。接近哦。接近。哇，这种车千万不要去惹它，我跟你讲哦，会不会容易 overheat 啊、水滚啊那些不会啊？没有问题。油温那些都全部都 OK。漂亮哈。它的引擎很健康。啊，1万块买回来就是买引擎，真的可以这样说。真的。我自己开修车。哦，你自己开修车，难怪你会买这个来玩。买来玩下吧。今天吃鸡哦。这样的雨天的时候上山，什么鬼？不用紧，相信这辆车一定 handling 会，你觉得这个 handling 会怎样？如果有玩那种 EK 啊，4个门啊，Corolla 这样子啊，你觉得它的这个操控会怎么样？会输给他们还是怎样？我又没有驾过那种车啦。哦。大概说不出那种感觉。5个牙是吗？5 speed 哦。对。不过它的 balancing 有一点问题，它走130、120会震，又比较会跑，明白。它的这个 adjustable 是调的蛮硬一下 ，custom 的，就车主跟我说是 custom， 但是它没有 brand 的没有，他不知道什么 brand 啊，他也没有跟我讲，他只跟我 custom， 它的手比较粗的。近期以来我试驾车没有比它硬啊，这个真的是硬，的确是比 Corolla 好驾的，因为我感觉车身没有 Corolla 软 ，Corolla 比较软一点。AE 3条翼啊 ，AE 3条翼，然后如果比起 EK 的话，我感觉到 EK 的重心比较低一点，不过我开快应该会很辛苦一下，跳，然后你会觉得很潮啊，是啊，驾这种车呢，今天我就不讲什么隔音啊好不好啦，主要是我们改出来的引擎有没有力啦，然后加上它是一个 R32的 4-port caliber， 所以刹车刚刚我一踩下去其实蛮给力一下的，就是头端的时候一轻轻踩就有了。那冷气够冷了，现在。够力。以前的车的冷气啊 ，compressor 可能比较大力还是怎么样，他们是特别的冷的哦。这个最硬的地方到了，比较挑的地方。好的，要6000转噻。
得在加 VTEC 的感觉哦，真的很像哦。除了它的那个牙齿比较长一点，如果没有错的话呢，EK 啊还是什么啊，旧的车啊，他们的这个 B16B 哦，他们的马力会比我们这个大。我们只能拿来相比什么？因为 B16B 不公平啦，B16B 的引擎是在1992这样子才推出。然后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引擎，应该是跟 B16A2 第二代的 B16A 他们来做相比啦。所以它这个马力的话会少过 B16A 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讲它的 gear ratio 的话呢，是很相似的，除了它的这个5号牙比较偏长了一点。其他都前面都我觉得还好，打97还是95啊这样子。95啊！哇，95有190匹 on wheel 劲啊，厉害的哦！今天我们做领头羊哦，其实后面很多我们的 gang 上山。这个后期还可以做出什么改装吗？其实还有电板哦，我的电板还没做的，还没有做，还是用那种旧款的 E-Manage piggyback。对，还有它的 index 要做。它的 spare part 还容易找吗？不会难的，其实你要认识，你要在那些 group 里面有人玩这种 SR16没必要的很多的。这样如果你比起 Honda 的话，它会贵嘛？东西它很便宜，会便宜过 Honda 啦。对，因为 Honda 的那些 VTEC 的那些 spare part half cut 全部都很贵。很贵啊！你看现在 B Series engine 没有3-4万买不到吧？那个 half cut， 然后 K20A 更不用讲 ，K20A 包括那个变速箱都要大概整5万块。真的是被炒到很厉害。然后如果你想要买，然后像 VTEC 的跟 VTEC 一样的科技或者是高转的话呢，这个还不错的感觉哦。不是说你一上手就可以了，以为 FK8 那种傻子也会开咩？给他一下的，但是一提速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感觉，小心点，后面后面哇，太有力了吧 ，bro！ 听它的开 deck 声音啊，像5500啊，因为我看原装好像是6000。3号、4号、5号牙，它会开 deck 是不是？那我问一下你们reverse gear 退后会不会开 deck？ 你知道吗？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哈，会开。有人做过实验吗？我们的朋友？那什么时候的情况下呢？它这个 deck 是不会开呢？我们称为叫 VVL 啦，是在油温不够高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开的。对，它有一个很聪明的这个技术哦，可能是保护它的引擎。对，它还在冷车的时候油温不够热，它不开。对咯，所以在这个9多年的科技来讲，他们有这样的科技真的是很棒了。这种 cable 的油门真的是爽，反应快，要来就来那一点就有了哦。尤其是我相信这副引擎呢，它的 VVL 开的时候，你点一点它很敏感，就是在做 ref mesh hill and door 的时候，应该都会比较容易做。那性格有点像以前的 Honda 也都 B Series 也是这样，它的 deck 没有开的时候，你点一下好像没有怎样的，不敏感的。
很吃油啊，这样子。吃油。很吃油。你打马力缸大概多少钱啊？我看我都是打马力缸都是大概75了。75块，很吃油。怎么 Golf 在前面有了？看现在没过了啊！他给多应该快过哦。哇，这个影片呢，你应该会很少听到我讲话，因为我们来享受一下那个 tech。因为这样子真的不容易驾啊！Part 2影片呢，这个记到我们的冲上云霄了，你不用 expect 我讲太多话。加这台 exhaust 声是蛮大声那算，我们等下就开窗听它的那个引擎声啊跟声浪就好了哈。影片就到此结束哈。这个车就是要这样哈，给你们一个是关掉了哈。换 engine， 金翼皓牙，金翼皓牙就对了。非常感谢阿伦，谢谢你。OK， 我们的 Part 2影片再见哦。Tech。开心啊，真的是开心啊！这辆车，今天我们这就有 Jared Performance Pack， 其他的我们车友都在那边。嗨 ，OK， 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的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没声音哦，烧烤呢，三个。